大家好，欢迎收看《创新崛起新矽谷》特别报道，我是秦林谦。在创新研发已经成为了各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下，说到了大陆的创新城市，现在最先被想到的已经不再是北京或者是上海，而是过去的代工重镇深圳。最近有不少的调查也指出，深圳已经成为了大陆最具竞争力的城市，而且最适合创业的城市，大陆也已经一举赶超了北京跟上海。在创新能量的领先之下，深圳被称为亚洲矽谷。从过去的硬体产业链到现在创业企业的群聚之地，我们就带您从深圳开始，来看看大陆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天才刚亮，但深圳这个城市起得很早，清晨的鸟叫声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深圳的话，就是节奏感比较快，你停不下来的。我们在这边的话，就是每天就是面对的，就是很期待有新的事物出现，同时的话也感觉到很大的一个压力。访问和了解当地情况，有几个深圳关键数字要先知道。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寻梦来深圳是吧？是的，根据大陆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深圳2016和17连续2年蝉联全国最年轻城市榜首，年轻人口新增加率高达47.39%。深圳就像是之前的硅谷，就是中国的硅谷。深圳创投机构数量超过5万家，统计局数据更显示，深圳有261万多户的商事主体，相当于每1000人就拥有130家企业，创业密度大陆第一。在93年以前的话，深圳在这一部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大家都不会认为深圳会成为一个科技城市的。为什么深圳有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人口组成，移民多，是他们创新的 DNA。当时深圳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原来的本地人非常少，原来是叫小渔村3万多人。它的绝大部分人呢都是这个移民来的。那移民来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他要抛弃他原来的一些固有的一个生活环境和他的一些岗位，去冒比较大的风险。但背后的这个反映出了这个城市的这个，大部分来的人呢是爱折腾的人，所以这个气质可能跟很多城市不太一样。有了创新的基因还不够，人才一流，产业才能一流。深圳政府从2011年起开始推动引进海外高阶科研团队的孔雀计划，给补贴，给资源，短短5-6年间，孔雀开屏，纷纷飞来。深圳市人社局数据显示，过去6年，深圳引进海外留学人才已经突破7万人，光2016一年就有8000人。深圳为了吸引海归创客回来，把原本的深圳科学馆改成了深圳国际创新驿站。在这里，包括了有视觉人工智慧公司，还有锂电池实验室，至少有30家国外回来的创新团队在这里落脚，又从这里走向世界。而我们走进这里，则立刻被追踪定位，感受到的是孔雀团队的科研创新实力。看一下这，现在换成我，看一下，对。所以我所有经验在这里。对，您看您在进来。对，第2个位置可能是被遮挡，或者说有特殊情况没有抓到。OK， 第3个位置，尽管你看这个整个环境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它会在大图中把所有 OK 正面的图片，我有出现过的地方，没错，全部出来。对，当这个范围我们布控的是比较大的时候，那其实我想要找的人其实是无所遁形的。
们是云天丽飞，2014年底才在深圳成立的人工智能公司，专注视觉智能领域，不到2年就发展出动态人像识别系统，在全球率先实现了亿万人脸秒级定位的功能，等于是中国大陆的天眼。我们当时也是 follow 它有一个 website 去 submit 这个你的 proposal 去申请这个，我们当时也就是不需要认识任何人，只要 follow 它的这个 website 上面的一些说明去。他是创始人之一的陈宁博士，大陆特别从美国延揽回来的海归人才，入选2015年的孔雀计划。深圳的这个人才政策，我认为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游戏规则透明。从我们接到通知入选，到这个4000万资金的奖励，全部到账3个月的时间。哇！所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需要去结识或者去说服任何的政府的官员，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电子化办公，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的成本 involve，非常单纯的一个市场规律的一个机制。有了孔雀计划的支持，让陈林的人工智能公司从最开始固定资产只有800块钱人民币的一张会议桌。我们拿到4000万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只有几十平米的一间很小的这个办公室，当时用的办公桌还都是这个大运会的志愿者，用过的这些我们正在重复利用的这些办公桌。到创业第2年，营收过亿，2017预计销售额就能突破10亿人民币。不止如此，前阵子北京天坛的公共厕所登上了《纽约时报》、CNN 等国际媒体的科技头条。原来是公厕里安装了有人脸识别技术的厕纸机，震惊国际。Oh boy,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in the restrooms. It requires visitors to make eye contact with the 刷脸取纸，成功减少厕纸被偷、被浪费的坏习惯。这就是云天丽飞他们的产品。AI 人工智慧顿时变得如此有接地气。2012年成立的深圳创客工厂 MacBlock 被国际誉为21世纪的乐高，做的是让消费者透过各种不同大小的金属积木、电子模块和电路板零件，加上程式编码，能自己组装设计的教育机器人。简单说，就是金属版的乐高。对于乐高来说，它可能做一些带功能的这种结构，可能会比较的，就是比如说能动的东西、智能的东西会偏弱一点。那我们其实在这上面，就我们在做一些机械结构，在做一些智能的，就是这种装置，更专业的这种装置方面会更擅长。创办人兼 CEO 王建军是85后的大陆青年，不是海归派，而是没放洋留学过的土鳖，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创客热血。在大学毕业，就是当时面临找工作的时候，就想做机器人这方面的行业，所以我就选择来到深圳。锁定深圳有中国大陆最强的硬体供应链，他来到这里成立了华人第一个机器人 DIY 平台，团队从他一个人到现在公司300人。他的所有设计和零件力求精细、质感好，为的就是要摆脱深圳给人的山寨印象。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跟基因有关，就是真正的创新者，他不会去抄袭的，甚至就是说他不屑于去抄袭，然后你真的不创新，你就很难成功。你如果抄袭的话，你就永远跟随在别人后面。也因为商品扩充性高，而且充满无限想象力 ，MacBlock 的教育机器人大受欧美喜爱，商品销售额2016已经突破1.2亿人民币。接下来新一轮融资还要联合微软、英特尔等合作伙伴向全球市场扩张，公司估计价值已经有2亿美元。中国现在产品不会像以前认识的那样子，就是觉得copy 人家的。我想这一个一个研发中心在深圳的设立，都充分说明了这个深圳是作为第一中国这个大环境去鼓励创新创业，并且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产业，从老板到员工，在深圳提到新创发展，没有人不以此自豪。
不惧众流，方为江海。深圳先天优良，后天努力，也靠着新创产业，深圳 GDP 过去几年都已近9%的高速增长。2016 GDP 总量是1.94亿人民币，相对之下，香港过去几年 GDP 都只有2%的增长。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就表示，深圳大有可能在未来2年追过香港，而3年之内，那绝对是毫无悬念。深圳是大陆第一个经济特区，从当年的一个小渔村到现在成为大陆创新力第1名的城市。也因为这几年都是人才聚集的强磁场，所以科技创新成果喷发，国际专利申请的数量已经连续10年是全大陆各城市之首了。所以敢闯敢创的深圳，这几年新创产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就是黑科技公司的崛起，因为他们要求的发展不只是数字还有速度上面，而是质量上的更优化。不要往前挤啊！还得出动工作人员用广播疏导人流，维持秩序。这不是跨年，也不是演唱会散场，这是深圳。只要是科学园区附近的地铁站，每天上下班都会出现的画面。在科学园区工作的人数之多，可见一斑。这也代表深圳创新科技产业之蓬勃。2016最新统计，在深圳1191万常住人口中，有高达近300万人是属于各类技能人才，而其中高科技创新人才又占了其中的1/4强。深圳人有多疯新创，多爱创业，还可以从当地的电视节目感受到。200平米商业空间，24小时全能商战，用实力说服我，你就能拿走100万天使投资。我是胡海泉，寻找中国最优秀的早期创业者。人家别的省份最夯的选秀节目都在比唱歌、比好声音，但深圳比的竟然是选出厉害的新创团队。我喜欢有野心、有冲劲、有执行力的狼性的团队，希望你们是我喜欢的这个团队。更不用说在深圳最常看到的城市景象，那就是处处可见和新创科技产业有关的招牌或标语，创客空间或孵化器也到处都是。像这个团队就是一个做设计的团队，我们这孵化器是他们设计的。设计时尚简约，不同区块还有不同风格。脑袋卡住的时候可以放空，溜个溜滑梯，还可以带宠物一起来拼创业。深圳有许多像这样的孵化器，提供早期创客所需资源。我们一般是从1200起租，但是我们的毕业期啊，相当于孵化期这种，我们不能超过6个月。6个月，真的只有6个月，感觉不成功变成人，压力好大。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因为一个好的项目6个月之内一定有人投你，如果是不好的项目6个月之内一定挂掉。深圳的新创环境虽然机会资源都多，深圳市政府从2015年开始，每年至少新增50个创客空间，10个创客服务平台，所以1年就至少新增3万名创客。到2017，创客空间已经多达200个，全市创客超过10万人。创客多，竞争压力自然也大，不想被淹没在新创浪潮下，每一个深圳创客都充满拼搏精神。一定他能有一个创新的精神，还有一个是一个拼搏的精神。创新其实是最重要的，你不能走别人走过的套路，一点都不行。对，否则的话你一定会失败，因为只有先进入市场的那一批人才能够生存。还是被孵化期短到只有6个月，不成功就拜拜，给吓到的我。深入了解发现，这主要指的是互联网或金融电子类型的新创事业。而深圳目前最强项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就是高科技新创，光是在实验室研发阶段就不止6个月了。我们光起的核心科技其实是超材料，我穿上这个斗篷，你是探测不到我的。摄影机是看得到我全身的，可是如果透过这个红外线感测的话，其实我没有被遮住的部分看得见，可是隐身斗篷遮住的地方是看不到我。但是我现在全部遮住，
宙全部都看不到我，应该只剩下脸一点点。对。像是在超材料领域位居国际科技前沿的深圳光启理工研究院，5年来累计申请国际专利3000多件，占全球此领域的86%。他们不断研发各种最新科技。这个系统你们发明它就是用手势，对，然后去控制我们的几乎所有智能设备，比如说电视啊、冰箱、空调、洗衣机，我们都不需要遥控，可以取代遥控。它其实有一个很颠覆式的一个意义，比如说我开关，我灯的开关我不需要去按，就没有触电的危险。从方便的角度来说，很方便。想很多哎，你们。就是会想的比别人多，才有新创科技的出现。除了光启，还有柔宇。我们用那个柔性显示屏做的一个，今年在 CES 上发布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原型。那它的特征就是说，它拉屏的时候跟传统的手机好像很像，就可以比如打电话啊，这个做手机用。但它的特征是说，因为这里有柔性屏幕，所以它是可以掰弯的，而这个传统屏幕它是没办法这样做的。专注研发柔性显示技术的柔宇科技董事长兼 CEO 刘自宏，又是个80后的年轻人，26岁就拿到美国史丹佛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后来在美国 IBM 担任顾问级工程师及研究科学家。2012年，同样因为孔雀计划回到深圳成立柔宇科技，2014就研发出全球最薄、可以任意弯曲的柔性显示屏。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就是立志于用这种原创性的技术创新，所以我们在现在所做的几个大的技术方向上，包括柔性显示、柔性电子传感器，还有这个智能硬件这些方向上，这个核心技术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深圳请政府加上民间力量，全力发展高新企业，为的就是要打破过往山寨印象，力求自产研发。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花了好长时间，以前啊，尤其在前2年的时候，团队几个核心团队成员花了好长时间去研究一个技术路线，做了好多功课，经常熬夜，有的时候一晚上睡个2-3个小时，完了之后就接着去拼命的去验证。但最后你会发现走的路线错了，我们就有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高新科技加上工匠精神，能坚持下来，仍旧是拼搏2字。我们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去调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你看今天这个产品，它能够这样折叠啊，这看起来就像一个耳机。然后呢，要用的时候只要这样打开，然后就可以戴上去。这个设备看起来就是很简洁嘛。对。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线，可是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折叠的这种设计，我们前后迭代了6个版本才把它做出来了。新创永远都在冒险，可是一旦坚持到了成功，走在后头的永远只有羡慕的份。刘自宏公司创立4年，市值就突破30亿美金，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科技创业公司之一。We do not predict the future. We invent the future. 在深圳，科创公司着重研发的创新，也造就了2016年深圳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高达19648件，等于一天平均53件发明专利，年成长47.6%，占全大陆申请总量的46.6%。光一个深圳的发明量能就几乎是全中国大陆的1半，而且连续13年居大陆第1。深圳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更已经突破了8000家。能够有这么快速且傲人的新创产业成果，这些 CEO 告诉我，拼搏的绝对不止他们，而是整个城市的人民一起带动的氛围。我觉得这里是思想碰撞的地方，所以说很多灵感跟创意都将会来自于这个城市。我对深圳其实真的不了解的时候，但我来了之后呢，有那么2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比较坚定的就在这边这个创业的一个原因。去了这个科技园区，然后还是周末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在就是晚上9点多的时候，好多大厦都是灯火通明，
很多年轻人在里边还在工作。当时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种场景在硅谷基本上是比较难看得到的。实际待在深圳多天观察，还真的是这样。星期六晚上，科学园区里不少办公大楼灯都还亮着，里头该是有不少人，不是只为了生活或薪水在加班打拼，为的是一份理想吧。因为我们这个孵化器是24小时营业的，而且我每天早上来的时候，经常看见有人是在这里睡的，根本没有离开过。对，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都是10点多还灯火通明，常常加班嘛。那人家老板都这样子，我们肯定也会这样的。不管是哪一类别的新创行业，或者更该说，不管哪一行，想做的去做，去完成就对了。这里是深圳的宝安机场，根据统计，2016年它的旅客人数吞吐量已经突破了4000万人次大关，而且大陆的“13+5”也明确规划深圳的机场是国际航空枢纽，可见深圳这个新崛起的创业城市，它的地位有多重要。不过，大陆的创新蓝图可不止步于深圳。上海是大陆的金融中心，他们计划从2017到2019，短短的3年之内，就要在上海打造30个工业互联网的标杆工厂。虽然有人说上海人是宁愿当白领不当首领，不过在大众创业的浪潮之下，上海人的创新种子已经被唤醒。上海的东方明珠塔和周围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见证上海商业与金融业的繁华。而这里一大早排队等着进入场馆的人潮，则是让我们看到来自电子科技新创产业的繁华。亚洲第一大电子展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吸引了来自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多达2100多家企业参加。全部展区大到得分3个场馆，一整天逛都逛不完。你也知道，上海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城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之都。那从上海这边呢，可以辐射到整个华东地区的一些地区以及相关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可以辐射到华南，甚至于华北，很多的一些观众也会到我们这个平台来看。所以我们是把上海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展会的一个平台来看待的。进入上海就等于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说出了上海的重要性。再加上一直以来，上海不同于大陆其他城市，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国际化。春江水暖鸭先知啊，这上海是最先遇到的，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更点名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张江高科技园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载体。进入园区，首先被一个个熟悉又新鲜的路名所吸引。他们要向这些东西方著名的科学家致敬，以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南北向道路是西方科学家，像居里路、伽利略路、哥白尼路、爱迪生路；东西向则是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家，高思路、祖冲之路、李时珍路，还有蔡伦路等等。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上海浦东，在新兴产业集聚的张江高科技园，上海市与中科院合作建设了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张江高科技园以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和软体3大产业为主，有50多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都设在这，外企研发机构近2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4000多家。上海的对外的这个国际化部分也好，包括城市的配套也好，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会有它的优势，那么包括它的一些科研环境，一些信息，还有一些各种交流的活动的会议，那么这种频繁的层次的话，对于这种创业者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和深圳是以硬体产业链辐射出上下游完整的新创环境相比，创业者选择上海，主要是这城市的商业氛围，争取研发成果在上海转化，一直是上海科创的重点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简单来说，就是把原本在实验室里的科学技术，如何能够商业化，换成钱。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的话，就是帮那些科学家的话，把他的创业难度降低。很多事儿的话，其实他并不擅长做啊，那我来帮他去做。专注科研成果转化的意识科学集团，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到企业科研专家。2014年成立平台到现在，已经有4万多项前沿科技成果。一个小东西的话，其实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一个科技水平。比如说的话，然后我们现在看那个小东西的话，它是一个很小的零部件，它叫光电倍增管。那么这个东西的话，是运用在很多大的设备上，像火箭啊，像航母啊，像导弹。其实这个领域呢，然后被日本的这个某一个企业所垄断。但是目前说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孵化团队在北京，他花了10年时间的话，然后其实国产化了这个设备，去打破了日本的那个企业的垄断。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上海鼓励年轻人搞双创，像是以生命健康、文创、物联网和互联网为主导产业的上海金山科创园，还特别设有青创基地。像这个市科委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还有人保局的这个创业示范基地啊，这都是有一些特定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的啊，它有很多的官方的一些政策的配套叠加在这里。从政策到资金配套全部到位，就是要降低初创者认为在上海创业成本门槛高的担忧，甚至还有专为女性创业者服务的孵化器，就吸引安徽女孩猪猪来到这，决心从普通的职业白领转身成为现在拥有自己面膜品牌的美丽女强人。这个就是我们用那个灵芝做的纯生物发酵原浆。原本就在化妆品公司从事研发推广工作的猪猪，从网上论坛开始，因为常常发布护肤知识的帖子，积累起铁杆粉丝，让他决定不想再打工，想自己研发保养产品。而金山科创园里就有面膜制造工厂，解决了他创业初期产业链和技术上的问题。就是现在，比如说，两眼一睁一打开，就是或者我的销售平台啊，我的微信啊，私人聊天，可能一打开就7点多、6点多就有很多回复了，可能到晚上10点多还是有，就一直在回复。不管生意量大小，把所有客人都当朋友来经营，是猪猪所坚持的创业态度。上海市人民政府2016的城市形象宣传影片就把上海定位为创新之城，深圳也被说是新崛起的新创之都、亚洲矽谷。可见中国大陆想成为全球新创大国的野心，而且是依照优势点，不同城市各自努力。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最近正吹起了一股新创的风气。要带你来看，2015年底 MIT 麻省理工学院全球首间的新创中心就落脚于香港。同一时间，香港创新及科技局也正式的成立。另外，就是我所在的香港科技园也大力的推动香港新创产业环境的发展，他们广纳全世界各地的团队进驻。根据港府的调查数据显示呢，2015年香港的新创公司大概是1558间，不过到了2016年是大跃进到1926间。香港主要是利用它自身的优势，包括了它一方面可以成为前进大陆市场的前哨站，再来就是它本身呢是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也因此呢它比较容易能够吸收国际资金的投注。还有就是香港顶尖大学科技技术、高端技术的一个移转，所以香港的政府主要锁定在生物科技、医疗企业上面。就带你来看看香港如何跨出金融业，他们来发展新创产业。請勿靠近車門。
说起香港的科研新创历史，就要从他们非常熟悉的八达通开始说起了，因为香港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电子货币的地区。好像听说过，不知道，知道。真的吗？我不知道耶。随机访问香港民众，知不知道这段光荣的新创史？香港的八达通可是世界上最早发展，也是最成功、普及程度最高的电子货币。不过，多数港人似乎不那么清楚，就像“新创”这2字，原本也跟香港没那么有关系。由金融办公大楼勾勒出的天际线，依旧是香港最抢眼的景色之一。香港被公认在全球金融市场举足轻重，亚洲的金融中心。但不同于许多地区早就卷起一股新创浪潮，香港的新创产业这几年才开始急起直追。Innovation 跟科技始终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骨干。香港今天的经济有90%以上是我们叫服务性行业里面的经济体。那么我们认为香港必须要从工业、从科研再重新带动香港的经济。体认到香港经济必须靠新创才能转型，他是香港科技园行政总裁黄克强，负责香港新创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他所领导的香港科技园更是培育香港本土新创企业的指标机构。这个有点像超大飞行船，又被称为金蛋的建筑物，是香港科技园最著名地标高锟会议中心，以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人称光纤之父的科学家高锟所命名。园区毗邻香港中文大学，北边不远就是深圳，造就此地新创产业的一级战略位置，主要锁定生物医疗、电子材料、智慧城市等创新领域。科技园里面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进去科技园工作的话呢，每一个公司必须要是做科研才可以，不是说每一家公司进去的人都接受的。这里其实环境是世界一流的，没得讲。别看清这一只小鱼，它们是超越白老鼠的斑马鱼，研究员得细心照料。如果这个温度相差，比方说明天有10度的分别的时候，它也不下蛋的。每一个管线总共控制了多少东西？这个最主要就是控制这个灯光，因为这个鱼是有不同的灯光，太光的时候它们不习惯，太硬也不习惯。落脚于香港科技园的港商水中银生物科技，首创全球独家转基因清腔鱼以及斑马鱼胚胎毒理测试技术，能够辨识出超过1000种不应该出现在食品或产品中的毒素。荧光鱼就是它越荧光的话，代表越光的话毒素越多，因为比如说像你吃了一个东西，对吧？你可能感觉肚子不舒服，但你没有量化的话，就不知道多还是少了嘛。我的原理就是我植入到你身体里面。然后你吃的东西你不舒服，你就会自己发光。你越光的话呢，就是那个东西越毒了。这项生物检测技术目前已经导入台湾，更获得欧洲不少国家政府部门、学术研究单位、跨国化妆品集团及食品集团的认可采用。创办人80后的陈子祥谈起在香港走上科创这条路，还真的很不容易。当时包括很多投资人也会这样子去冷嘲热讽啊，比如说我又不是你妈，为什么要给钱你啊，对吧？就我记得当时碰到上百个、几百个天使投资者吧，就讲我们的理念，讲我们的技术，但是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觉得说，首先呢，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对吧？然后他觉得你这么多钱都没见过，怎么敢交给你去打你这么多钱？另外一个呢，在生物这个领域，或者说在这个香港这个领域的话，他就觉得他投这个项目，我当时就跟他讲，可能3、5年内不一定能够回本。他觉得3、5年我炒楼都炒了2赚了，对吧？他也是觉得这个东西的话风险很大。但香港有顶尖的学术背景，再加上开始有像香港科技园这样的科研环境平台支持，陈子祥坚持走下去，也证明自己走对了。就我们一开始是3个学生去参加这个商业比赛嘛。但去到最后真的是选择究竟你是真的去创业，还是去刚才你所说的金融行业里面的时候，有2个学生就去了金融行业，只有我是留下来的。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而选择了另外一方面可能看起来短期更容易赚钱的一个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会后悔。
但现在5年后、7年后看回来，发现是我另外2个同学后悔了。不止荧光鱼，香港科技园里还有香港理工大学与医疗科技公司合作研发的机械手装置。如果机器在动的时候，会不会对你产生某一些不适应啊，或者哪里真的不好啊？我会做一下检查。原理是神经重塑，借由练习复健，唤醒中风病人脑细胞控制手部的活动。你看好多空出来的部分，保持它的强度、尖度，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承托它的。这装置已经得到欧盟认证，还推广到德国等医疗开发技术先进的20多个国家。香港科研出人头地。可以自轉啦，咁好窄嘅地方咧都可以行得到啊。哦，很窄的地方，所以有先想到說，就是適合香港的一些在動線上係啦，係啦，同埋啲地方，譬如室內環境啦，比較狹窄啦，辦公室啦都可以用到。还有像这辆回转半径极小、适合香港狭窄室内空间的电动轮椅，被称为轮椅中的特斯拉。它还有自动避障等辅助功能，是电动轮椅首度被加入汽车概念，在香港研发兼组装，100%港產的科研成果。香港科技園將你嘅如果變成香港嘅成果。将数以万个如果变成香港的成果。香港科技园作为科创基地，到2017年已经培育超过737间科创公司，累计取得931项知识产权专利，总共募得约17亿港币的天使及风投资金。在香港做一个科研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就很诚实，因为不可能一个城市把什么都做嘛，尤其是香港聚集了很多在高校也好，在研究院也好，这方面的一些博士。一些专家，但如果你说真的是要往一个市场方向走的话，国内或者美国肯定是更大的。一语点出香港新创的优势还有问题，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替香港所担心的。眼见周边城市深圳新创崛起，快速发展，不管是创业率、融资金额，香港都相对失色。那香港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单单看深圳、香港，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存在一个直接的竞争的关系，因为深圳现在都可以说变成一个好像 Silicon Valley 一样。香港你刚才有说的是一个全球的金融中心嘛，某方面香港是好像那个 New York。那 New York 跟 Silicon Valley， 比如说你根本不存在竞争。同样都是新创中心孵化器，走过深圳、上海，再来到香港，我充分明白了香港人会有自己一套发展新创产业的模式。在一般香港人传统的观念当中，总认为要从事的是金融或者是地产的工作，才有赚钱或者是出头的机会。不过现在的香港年轻人现在要在香港生存，找工作恐怕没有像以前那么简单了，而且就算找到了工作，薪水可能因为没有像以前那么好，那怎么办呢？再加上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以后，香港人也意识到了金融不再是铁饭碗，所以如果有梦想的话，那不如创业试试看吧。所以对香港人来说呢，年轻人来讲，这创业大有一种在绝境当中找出路的味道。而且如果梦得更大 ，dream big， 再加上找对了路、找对了方法，港产新创也有出头的一天。好，在香港要找这个新创公司啊，或者是新创企业，其实蛮不一样的是，像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工业区，这边是木箱厂啊，这边还是个自由仓的仓库，后面还有大卡车经过。可是也许就是因为在香港，因为地价很贵，地租很贵，房租也很贵，所以年轻人的创意你不可能在尖沙咀中环租一个地方租个办公室，所以很多年轻人的创意就从这种工业区开始。除了进入科技园区搞科研新创，还有一些努力创业的香港年轻人，尽可能减少创业成本，在租金比较便宜的工业区、小地方完成大梦想。我轮到了。Hello， 你好。对，我刚刚在楼下见到，这是你。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对不对？对啊。
就是一个圆形的箱子。行李箱不都是方的吗？为什么硬要做成圆的呢？因为我以前呢也是在精品这一块工作的，然后有时候去到一些时装周啦，比如说巴黎啊、米兰啊、纽约，你会看见很多人他们都很时尚的，穿的衣服都是比较有创意啊，包括鞋子啊、包包啊。那永远发觉就是行李这一块，好像来来去去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为了做出能方便拖拉也能手提，市面上几乎没看过的圆形行李箱。Anson 辞去了精品时尚圈的高薪工作，和朋友组成新创公司，自己设计，自己找工厂制作。我们做了20次模具，才做到那个 perfect 的那个形状是我们想要的。我觉得年轻人的新创有一件事情很难的，就是你要发明东西，你要设计已经先花钱了，都还不知道未来卖的好不好。那为什么你敢？怎么会我敢？实际上都是一个对自己设计的一个信心吧。那当然你说会不会有担心？当然会有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创业的话，你经常担心的话，基本上你就宁愿打工会比较好。摩登外形又有不同尺寸，最小的登机箱也符合各大航空公司机舱顶置物柜的标准。箱子还能客制化自己喜爱的图案、颜色或字母。他们也努力打进实体店面，但香港店租昂贵，无法单打独斗，那就和其他产品结盟合作。最厉害的就是迈进半岛酒店。展店进来这个半岛酒店有一个很象征的意义。对啊，很 classic， 然后又跟时尚结合。对，有一个很 rich 的 history， 因为它是我们在香港最早的一家酒店嘛，就在那个 colonial 的时代已经有。打进去，那个是要。谁说香港创业难？100%香港设计的圆形行李箱，实现了大男孩的创业梦。说到男生喜爱的时尚配件，非手表莫属，但手表又能玩出怎样的新创设计呢？我想要买一只手表，不过现在我可以自己做手表，而且是做出我想要的样子。从这电脑网站上面呢，我可以自己选表框，比如说我想要的颜色，表框黑色或者是银色，好，我选黑色。然后呢，我可以选我自己想要的表面，比如说我选这样子的表面。然后再来表带的颜色，我也可以自己选择。Michael 从专门修理劳力士等高档名表中思考出表还能不能够有更多变化性，也打开了自己的创业大门。你买100万的一个手表，只能够代表你有100万去买一个手表，不能够真的去特出你自己的个性。我们想做到的就是你去买一个手表。是按照自己的要求，所以不是你是迁就那个品牌，是品牌来迁就你。他提供的全个人化平台，光是指针就有3个款、11个色，超过30种不同搭配，再加上3D 打印技术，总之每一只表的变化极高，可以满足独一无二的客制化。Michael 的手表品牌卖的等于是零件和组装，一来少了库存烦恼，再加上同样没有实体店面，省了在香港最花钱的租金成本，他们专攻网上市场。你看，我们尽量找比较中性的、比较男性化的一些设计，还有女生喜欢的一些比较粉红色啊、粉蓝色啊，有不同的选择了。所以同一个外壳当中，你搭配不同的表的面，会变成为不同的风格。同样专攻网络，同样是香港本土新创设计的，还有他们。你现在也是算在采访吗？对啊。我想换个衣服。不是，我要。你要换啊？你们的 T。刚创业的年轻人说话腼腆，但很会把握每一个能介绍自己的机会。我们的这个牌子叫 Lumos， 然后 Lumos 就是那个
Harry Potter 里面那个咒语，就是那个点亮灯的那个咒语的意思。然后因为我们产品是，就是我们把那个灯架到那个单车头盔上面去。不只是把灯放到单车头盔上而已，这可是一个会打方向灯和刹车灯的智能单车头盔。设计出单车头盔的就是他，香港科大的应届毕业生，和几个朋友就挤在小小乱乱的办公室里，但研发设计的创意可没有被限制住。对，然后这个东西是放在你的那个车的那个把手上面，然后你要那个转弯的时候，你就可以按一下，然后这里就像一个汽车那样的那个转向灯，对，在上面。好。单车想往左往右，只要车手一按钮，就会立刻显示在头盔上。如果要刹车减速，头盔内的加速感应器也会感应到，立刻亮起红灯。别小看这样的想法，它可是打败了超强竞争对手特斯拉 Model 3电动车，获得了国际设计年度大奖。好，他们所设计出来的这个单车智能头盔呢，其实能够赢得这么多设计大奖，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把很多一些细微的小设计全部集中在一个头盔上面，对不对？对，在我们跟那个评委交流的时候，我们也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会把我们选为今年的这个设计交通类别设计的大奖的得主啊？然后他们就说，以往一般的设计都是一些很大的工程，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把一些很小但是又很好、很新颖的一些想法，把它做到比较可以很完美的做到同一个产品上面去，然后同时背后呢就带出一个大家这个公众对于这个单车安全的一个意识在里面。目前单车头盔已经量产，2017年4月出货至今，已经售出超过15000个，买家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他们对未来全球市场的销售量信心满满。不管是智能单车安全帽，或者是变了形状的行李箱，又或者是能自己 DIY 设计的手表，都可以看出香港年轻人创业的创意无限。谁说金融地产才能赚钱？别人没想到的小改变，都可能是商机之所在。当深圳被称为亚洲矽谷，上海也力拼科研成果，而香港呢更是急起直追他们的新创产业，要利用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成为前进大陆市场的跳板。那么台湾呢？总统蔡英文在选前就提出了亚洲矽谷的政策，而在上任之后，国发会更是通过了亚洲矽谷方案，编列了113亿的预算，这也成为了政府未来8年相当重要的产业经济政策之一。不过，台湾的投资环境对于新创业者来说是够友善的吗？配套的政策又是否充足呢？就带您来看看这些在前方打仗拼命的他们创业心声。各位宾，我们要等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18点55分。哦 ，OK。明天早上要去春园，所以拿到货之后要去提气。OK。然后提气之后，可能兵分2路到金安科。背着背包加上一卡登机箱，移动快速，分秒必争。他们说自己是新一代的行李箱台商2.0版。所以每天都在机场这样子赶。是，没错。那今天赶到现在是第几趟？从哪里到哪里？我们今天就从上海的南边一路坐了快100公里，坐计程车到这边来。然后现在要赶去深圳。现在到深圳。对。还有几分钟？现在登记时间剩7分钟。是真的剩7分钟了。刚从上海拜访16个小时客户后，马上要飞到深圳，等着的是接下来3天8场代理商洽谈，外加5场饭局。今天一大早要去哪里啊？一大早要帮客户做产品教育，很早8点半。
真的很早，而且周末星期六的大陆，很多公司照常上班。你想周休2日，当然可以；想谈生意，也当然能约星期一上班时间再谈。但是每一次来整个天际线都是不一样。他们知道，只有更快、更有效率，才有未来，才能呼吸在新创时代。我们还有很多那个工程师都在外面今天都上班呢。哦，现在这里很竞争。这里非常竞争。举凡手机、平板、笔电、通讯设备，在出厂前都必须详细检测效能。而雷普科技的新创，就是要不断研发出能够满足各种测试方法与功能测试机台的元件，并且预测下一步测试需求所在，提供解决方案给这些制造业者。除了美国，大陆这几年在科技及新创产业的发展，理所当然成为最大市场之所在。台湾人进来这边最大优势还是享受这边的市场。我们问过蛮多台商，最重点是我们都还是希望政府能够有一个平台，让我们做一个类似像国家队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台商比较分散，大家都是各自操作各自的，比较少一个大家一起想办法去把一个平台整个建立起来。2.0 版的新创台商说，台湾科技不是没技术，而是少了那么一点上下游整合，一起把饼做大的团队感。才结束深圳拜访，马不停蹄又得回到上海。有更重要的是，他们得找个厂办，还有准备电子展的参展。上海大门敞开，谁都有资格进来，但没有在地的落脚处，就少了那么点生根力道。这边是那个德国中心，这个在德国中心其实属于面积比较小的一个户型，它这个只有94平，但使用面积的话应该是57平左右。那现在价格嘞，进来这边好生存吗？非常的贵，大概跟几年前比，大概是涨2到3倍，甚至更高都有。不下10几个地点，可是再贵还是要来。这场商机布局的棋盘算的并不轻松，但上海政府的企图与招商优惠，还是反映在科技园区内几乎没有空位的外资公司与新创公司林立。黄浦江的另一端，一样有台湾新创青年决定不留在台湾创业，而是落户上海。背包上全是一堆吊饰娃娃，这是26岁廖子轩最小女生的地方。但关于创业这件事，这个女生比许多人还要勇敢有想法。他们说你是第一个进来的台湾女生。对啊。然后你跑了大陆多少城市啊？我吗？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就住在大陆，就跑蛮多地方。请进。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对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这只有你一个人？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有3个人？正常来讲，就只有我一个人跑全部。花了几个月时间奔波在大陆各大城市，廖子轩最后选在上海卖台湾的有机蔬果。现在那么多人在协助小农在卖东西，在国内在台湾在卖东西。我跟大家走不一样的方向，我走国外。最主要还是上海政策比较快啊，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保税区的所有政策比较快。然后之前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功课？做功课啊，做功课一定有，因为创业每分钟每秒都在吸收各国的资讯，尤其是我们想要做的是国际的生意，东西很多。开放完整的贸易政策是廖子轩在上海创业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庞大市场，努力有冲劲的他所经营的台湾有机蔬果城市小农，已经跟大陆多个电商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并尝试开设实体店向线下发展。台湾青年现在，我觉得啦，一定要走出来看看，觉得不可以或不 OK， 你再回去台湾没关系，但是你不能一直在台湾空想。这个充满胆识的女生，希望自己小公司能为台湾有机农友搭建起通往大陆庞大消费市场的桥梁。
这套系统你可以在家里种嘛，这个种的就是薄荷嘛。你可以在台湾现在不是很多人喜欢开咖啡吗？你就在自己咖啡整面墙都种薄荷，进去的话就是一个天然的空气清净机。他是研发立体种植的台商谢梦辰。蔬果农药危机让谢梦辰一直思考，有什么种植方式可以不占地、不用土、不需农药就可以种出菜呢？他和另外2个朋友共同创业，开展出像这种家庭式的小型立体种植装置。它就是让那个水直接不要在里面流，不要在里面停留，而一直在循环。对，因为这样子的话，它那个根它永远都有氧气，可以跟外界呼吸。而且组合式的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是自己家里面，我只想要一面墙，我就可以买一面墙的。是啊，或者是你要2面墙，你买2面墙。用电量相当于一个灯泡的电量，1个星期只需要2公升的家庭饮用水，就可以种出25棵蔬菜，而且不需要任何农药，环保又安全。但为什么选择上海创业，不在台湾呢？说像我们这个技术，多多少它事实上是一个科技跟农业的一个结合嘛。那在台湾，科技、竹科、农业、云林都是很发达产业啊。但是为什么在一起以后，我们就不会在台湾搞嘞？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市场啊。第二就是说，在人才方面的话，是台湾不是说没有人才，但是对有，我讲直接一点啊，对我觉得对有世界观的人才还是少了一点。综合3个在上海打拼的台商新生，当两岸市场大小本来就无法比拟之际，台湾新创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北京政府、上海、深圳，可能他们的政策会比台湾的更优惠一些，然后更与时俱进一些。你觉得如果我一直留在台湾，今天我能做出一个创新工厂来吗？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了。早在2009年就在大陆成立创新工厂，专门投资新创公司，被称为华人世界青年导师的李开复还这么说：你台湾有特色，新加坡作为对外国人最友善，香港过去走得很慢很慢的，最近也在加速，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学习的就是新加坡、以色列、香港，这个是比较务实的学习。真的不要限于说深圳在做硬件做得很好，我也要跟他学；北京在做人工智能做得很好，我也要跟他学。那各有各的优势啊，为什么不可以做牛肉面？那你之前讲说那个良率提升那个，后来还有在做吗？终究还是要回家。台湾北部的3颗要地，内科、南科、细科是科技制造的分布所在。从选前到上任，就一直力推台湾亚洲矽谷政策的小英政府，如何让台湾在创新制造世界的战场不缺席？思考角度和政策配套，或许该更快、更广一些，才不会让努力2.0版本的新创台商们留下更多的是叹息。当然看台北是比较熟悉啊，但是在上海看的是可以更广阔、更辽远。深圳这么多的年轻人和外来人的这种朝气蓬勃的这个深圳，已经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中国的这个创新之城、创客之都。上海的话，创业者的话，其实更多的我比较觉得非常好的地方的话，它比较务实，生意是赚钱的，但创业不一定是赚钱的。香港搞科技、搞创新、搞创业，不是该不该做，是不做不行。我觉得这个是现实，香港的经济发展不做不行。每一个父母亲要重新思考自己让孩子走的路，不要再让他们找什么金饭碗做重复性的工作了。每一个年轻人要思考自己的机会在什么地方。台湾大未来，创造力翻转新世代。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秦林谦，我们再会。